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谈谈兴趣爱好。小美，你有没有被问爱好突然愣住的经历？愣住？为什么会愣住呢？是因为没爱好吗？不是没爱好，是觉得我的爱好好像不太酷。哈哈，我明白。像什么才算酷的爱好？对呀，比如我喜欢发呆，这算爱好吗？当然算啊，发呆也是一种放松方式呢。但有时候大家会期待你有个高大上的爱好。高大上的爱好，比如弹钢琴或者画画。对，或者户外运动，听起来就很健康积极。确实，很多人觉得爱好的有点用处。对，或者至少能拿出来说一说，让人佩服。那你除了发呆，还有什么平时喜欢做的事情？我喜欢看老电影，那种黑白的，很有味道。哦，看老电影，这个就很文艺啊，不酷吗？哈哈哈，可能吧。但和朋友说，他们会觉得有点闷。我觉得完全不会，有自己的喜好才最重要。你呢？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？可以分享吗？我呀，我喜欢做一些小手工，比如编织。编织，这个听起来很需要耐心和技巧。是啊，一开始有点难，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。我觉得编织挺好的，能培养专注力。而且我可以送给朋友，他们会很喜欢。送礼物确实很棒，能传递心意。是的，爱好不一定非要有用，但可以带来快乐。你说的很对，快乐才是爱好的本质嘛。像你喜欢发呆，也能让你感到放松和快乐。没错，发呆的时候，脑袋里什么也不想。这种状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特别珍贵。真的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？好像是。我们应该多关注自己的感受。那你除了编织，还有没有别的爱好呢？我还喜欢研究美食，自己动手做饭。哇，这很好啊！你是美食家吗？哈哈，不算美食家，只是喜欢尝试新菜谱。自己做饭真的很有意思，能享受过程。而且吃自己做的饭，感觉特别香。这不就是高大上的实用爱好吗？又能吃。哈哈，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爱。所以，爱好不分好坏，只要自己喜欢就好。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更注重个人感受。对，不再追求一定要符合某种标准了。能找到让你放松、感到快乐的事情，就是成功。太对了，那我们下次聊聊怎么发现新爱好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我有些想尝试的活动。我也想试试看，会不会爱上新的发呆方式。哈哈，新的发呆方式，那真是太有趣了。也许是坐在不同风景前发呆，哈哈。听起来就很棒，可以去旅行时发呆。是啊，世界那么大，发呆的地方也很多。好的，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这个话题吧。发现新爱好确实是个有趣的过程。我最近就在尝试一种新的发呆方式。哦，快说说看，是什么样的体验？我发现户外徒步的时候特别容易放空。
这跟坐在不同风景前发呆有点像。是啊，看着远山，脑袋里什么也不想。听起来很放松，是不是身心都舒畅？对，感觉整个人都被大自然治愈了。我也该去试试，总坐着有点腻了。这种动中取静的感觉真的不错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多人尝试新事？这可能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吧。比如看到朋友玩得很开心，自己也想。是的，大家互相影响，很有意思的。就像以前流行的飞盘、路冲这些活动，都是因为身边人玩，然后就跟风了。这种从众心理也是一种发现的途径。但最终能坚持下来，还是得靠兴趣。那你觉得，发现一个新爱好，最开始要怎么做呢？是看别人，还是自己先摸索？我觉得可以先从自己喜欢的事物入手。比如喜欢看电影，可以尝试写影评；或者喜欢吃美食，就去学着自己做。这都是不错的切入点，能持续热情。也是一种从现有爱好延伸的方式。很多时候新爱好就藏在旧爱好里。哈哈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很巧妙。其实中国人特别擅长这种延伸的。哦，怎么说？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吗？比如我们爱喝茶，就有了茶道。哦，这就不只是喝茶了，是一种艺术。对，从口腹之欲到精神享受的提升。还有插花、盆景，都是这样发展来的。这些传统爱好都蕴含着深厚文化，让人在简单的动作中感受生活哲学。现在的年轻人也喜欢新中式体验，比如围炉煮茶，就是把传统和社交结合。很多人喜欢这种慢节奏，很解压。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放松方式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。是什么呢？听起来有点复杂哦。如果你的爱好突然变成了工作，哇，那感觉肯定很不一样了。是啊，还能保持那种纯粹的乐趣吗？这个问题太深了，可能要好好思考。爱好和工作之间的界限真的挺微妙。好的，下次我们可以深入聊聊这个。这大概是所有爱好者的终极困惑。哈哈，下次我们好好困惑一下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请说。你有没有过那种突然就放弃的爱好？哇，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，太多了。哈哈，我也是。我曾经想学陶艺。陶艺，听起来很高雅啊。是啊，觉得很有艺术感。后来怎么样了？没坚持下去吗？第一次上手，手忙脚乱的。我懂，做出来的东西奇形怪状。对，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感觉有点挫败感，对不对？所以就3分钟热度了吧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词，你用的太好了。哈哈，这种现象很普遍啊。为什么很多人会有3分钟热度呢？我觉得可能是期望值太高了。
期待自己能马上变成大师，或者觉得过程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趣。是啊，兴趣如果不能带来及时反馈，就会很容易感到枯燥和放弃。你有没有一个坚持很久的爱好呢？有啊，我喜欢收集老物件，比如邮票。邮票，这个爱好可真有意思。每枚邮票背后都有故事。那就是通过邮票了解历史和文化。对，它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。真的吗？听起来特别有意义。比如，我发现很多老邮票的设计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缩影。对，它是一种很精妙的艺术。就像把文化符号凝结在小方寸之间。哎，大明，你觉得是不是通过爱好认识朋友？当然啊，这太常见了。比如，有些爱好者会专门组织活动。是的，大家有共同话题，特别亲切。我认识一些汉服爱好者。哦，他们会一起穿汉服出去玩。对，还会学习汉服的形制和礼仪。这不光是爱好，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了。没错，而且他们很注重细节。哇，那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肯定不少。是的，甚至会自己动手制作。这可不是简单的3分钟热度能办到的。哈哈，所以爱好也能变成一种生活方式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到爱好带来的甜蜜负担。哦，听起来有点复杂了。我们下次再深入聊聊这个吧。好啊，这个话题也很有趣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最近有没有尝试新的兴趣呢？最近开始学着做些小点心。哦，点心听起来很治愈啊。是啊，过程虽然复杂，但很有趣。那你都做些什么特别的吗？我试着做一些传统的中式糕点。哇，这很有新意，也很有文化。比如绿豆糕、桂花糖藕糕之类的。听着就觉得很香甜，真厉害。第一次做还把厨房弄得一团糟。哈哈，这才是入门的必经之路。对呀，我还通过点心认识了新朋友。哦，怎么认识的？很有意思。我们一起分享食谱和烘焙技巧。这爱好直接拓展了社交圈呢。是啊，有时候还会聊聊食材产地。你说，爱好是不是也能变成一种桥梁？当然，它连接了不同的人和文化。甚至能学到很多生活的小常识。没错，比如不同地区口味的差异。这让我想起一些方言里的美食名称。有些词真的只有当地人才懂。对，比如粢饭团，你能猜到是什么吗？哎呀，这个词我还真没听过呢。它在江浙沪一带很常见，是早餐。哇，原来如此，学习了新词汇。没错，爱好常常带我们发现新世界。是的，那种满足感是无法替代的。即使偶尔会有手残的挫败感。哈哈，那不就是成长的印记吗？不过，保持一份爱好真的不容易。尤其是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。有时会觉得时间不够用，
精力不足。对，需要很强的自律和热情支撑。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能坚持的人很少。你觉得我们中华文化中对坚持的这种精神是不是特别看重呢？我觉得水滴石穿就是很好的比喻。是啊，不光是爱好，做什么都一样。所以，爱好也是一种自我修行方式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更深远了。就像以前人喜欢下棋、品茶一样。不仅仅是消遣，更在于内心的沉淀。对了，我突然想到，有些爱好竟然会让人入不敷出吗？哈哈。哈哈，你猜对了一部分，但还有更意想不到的展开吗？快说。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烧钱爱好吧。哈哈哈，我们真的是聊不完啊。是啊，爱好真是人生的调味剂。没错，我们刚才说到烧钱爱好。你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？比如说高端音响设备，或者玩赛车。哇，那确实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。还有人为了收集限量版球鞋排队，甚至不惜重金，只为那一双鞋子。真的，这让我想到千金难买心头好。意思是喜欢了，再贵也觉得值。是的，这种情感价值远超金钱。但有时，这种追求会被误解为炫富。这在我们的文化里很常见。毕竟财不外露也是一种智慧。所以，爱好也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，表达了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。我有个大学同学，他特别喜欢养鱼。养鱼也烧钱吗？听起来很平静。他买的鱼缸就非常贵，好几万块。什么？一个鱼缸能那么贵重吗？过滤系统、恒温设备，还有各种灯。哇塞，这简直是个小型海洋馆了。而且，那些稀有的观赏鱼也很贵。看来任何爱好深入了都会投入。是啊，但他说能带来平静和快乐。这样看来，金钱投入也许是次要的。对，最终追求的是内心的满足感。那么，你觉得这种满足感大家都能找到吗？这是一个好问题，因人而异吧。有些人可能更享受过程，而非结果。就像学书法，一笔一画都是修行。又比如围棋，每一步都需要思考。说到这里，你知道焚香抚琴吗？知道，那是古人修身养性的雅士。既是爱好，也是一种生活美学。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，追求的是心境的平和，而非物质。是啊，与我们刚才聊的烧钱不同。那是为了精神富足，提升自我。古人真是智慧，把爱好融入生活。这种境界是现代人值得学习的。哎，我想起一个更有趣的现象。哦，是什么呢？快说说看。有些爱好看似省钱，实则更耗时间。哈哈，你这是在说钓鱼爱好者吗？还有那些沉迷于手工制作的朋友，他们为了一个作品可以通宵达旦。
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那些投入了巨大精力与时间的爱好吧。期待下一次的精彩分享。哈哈，看来这个话题很丰富。是啊，兴趣真是无止境呢。你刚才说的手工，我就很有感触。很多人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，他们享受过程，不计较结果。对，那种专注本身就是一种享受。这也是一种慢生活的体现。在快节奏里找到一片宁静。是的，远离喧嚣，回归自我。这种爱好提升的是心性。比起物质，精神的满足更珍贵。没错，这让我们活得更充实，让人感到生活更有意义了。有了爱好，生活不再单调，还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哦，这是爱好带来的额外惊喜。比如说，我有个朋友喜欢摄影，他一定去了很多美丽的地方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加入了社群，大家一起交流，一起进步，分享心得，互相学习技术。这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。爱好还能成为一种社交方式，让我们不再感到孤独和封闭。真是生活中的一剂良药啊！找到一个好爱好，受益匪浅。它能陪伴我们走过岁月，还能让我们不断学习成长。今天的讨论真的很有意思，聊到了很多深层次的东西，从花钱到花时间都涵盖了。每个爱好都有它的魅力所在，也反映出不同人的生活哲学。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找到快乐最重要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尾声了。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，小美。是啊，我觉得收获特别多。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对爱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。兴趣爱好真是人生宝藏，它们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独特爱好呢？它们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故事。我们会认真阅读每条留言哦。下次我们聊聊如何平衡爱好，尤其在忙碌的工作和学习中。这个问题很有趣，值得期待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